小時候長輩是不是指着一些紅果子、紫果子、藍果子警告你，千萬不要去吃，這些有毒，吃了會要命的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到底哪些致命，哪些只是長輩嚇唬你而已？還有一種更可怕的情況，有些果子有毒，但是你以為能吃。今天我就帶大家看一看野外10種常見的致命野果，有的山上隨處可見，有的甚至小区绿化帶就有。這個不是嚇你，是救命。第一，野魔芋果。大家看這個果是不是長得有點像苞米一樣，而且是鮮豔的彩色苞米，有玫紅色、紫紅色，還有淺藍色，在野外的林子裡特別顯眼。你可能吃過魔芋豆腐，但你可能不知道魔芋傳出有毒，果實也一樣。误食後，舌頭和喉咙會像火燒一樣，又癢又痛。你一定要記住，魔芋豆腐是經過加工去毒我們才能吃的，它的果實我們千萬不要摘着去吃，它不是我們的食物。第二，美洲山鹿。你看這串紫黑色的果子像不像迷你葡萄？小時候有沒有人跟你說過這個有毒不能吃？說對了，它確實有毒。美洲山鹿是入侵物種，現在在我們國家南方啊，山溝裡、路邊，甚至房前屋後，到處都是。它的果實含有山鹿毒素，孩子吃几顆就會噁心、嘔吐、腹瀉。更危險的是它的根又粗又長，像人參。很多中毒的案例啊，就是把它當作人參挖回家煲湯食用。請一定記住，美洲山鹿它的花序是下垂的，毒性比較大。還有一种山鹿，本土山鹿，它的花序是直立的，这个虽然也有一点毒性，但是嫩叶經過焯水，它的根茎經過燉煮以後啊，就相當於變得比較安全了。有的地方會有食用本土山鹿的一些習俗。第三，老鼠砒，也叫山間蘭。聽這個名字，老鼠砒，那就是老鼠的砒霜，是給老鼠吃的毒藥，是要老鼠命的，所以它是很毒的。它的果實亮藍色，圓潤飽滿，像一顆顆藍寶石，看上去是很漂亮，但是有時候漂亮的背後會藏着危險。這種藍色漿果在華南的山裡、林下很常見，民間曾經用它搗碎拌飯做成老鼠藥，大人吃了都受不了，何況小孩。請記住，咱們在野外遇到這種藍色的果子，不管它多漂亮多誘人，我們堅持不摘不嘗。第四，卡西茄，渾身長滿刺的一種茄科茄屬植物，果實嫩的時候有點像小小的西瓜，外面長了綠色的花紋，成熟以後會變成黃色的。它也是外來入侵物種，在山溝邊、小溪邊常常一長一大片。它的果實含有神經毒素，誤食會導致嘔吐、呼吸困難。大家要記住，在野外啊，遇到越是長得像水果的野果啊，越要小心。就像這種卡西茄，你以為它是小西瓜、小西紅柿嗎？那就糟了。所以多一份小心，多一份安全，特別是對小朋友。第五，桐油果，你看它的形態，如果不是農村長大的，沒有見過的，還以為是什麼板栗啊，或者其他什麼能吃的。桐油果是每年兒童誤食中毒的高發物種，所以家裡有小朋友的一定要告訴他們。據貴州省疾控中心統計，僅貴州一地2014至今就報告了30多起桐油果中毒事件，吃5到6粒就會中毒，噁心、嘔吐、劇烈的腹痛，嚴重者便血、脫水、腎損傷。
請記住，不是所有圓圓的果子都能吃。桐油果不是板栗，是毒藥。第六，龍葵，未成熟果。这種果子啊，有意思，熟了能吃，没有熟的时候不能吃，有毒。龙葵果完全成熟时是紫黑色，味道酸甜。很多人小时候应該吃過，但如果它還是青色的，含有龍葵鹼，吃了會頭暈、噁心、嘔吐。請記住，龍葵果不熟不吃，青果有毒，熟果安全。第七，南天竹，你在小區綠化帶公園裡可能見過它，冬天紅果配綠葉，很好看，但它的果實有毒，含生物鹼。孩子如果摘着玩，不小心吃到嘴裡，會興奮、心律不齊，嚴重的還會呼吸困難。觀賞植物不意味着能吃。南天竹我們只看不吃。第八，烏桕，你看它的種子白色圓滾滾的，有點像一顆顆小山竹的肉。大幾顆的植物啊，基本都有毒。烏桕就是大幾顆的植物。烏桕的白色種子裡含有毒汁，誤食後會噁心、頭暈、腹痛。它的葉子也會流出白色乳汁，有些人接觸後還會過敏。請記住，白色乳汁加白色種子，多一點留心，多數有毒。像烏桕，軟觀就好。第九，紅豆杉果，這是很多人容易被誤導的果子。你看它紅色的肉質果肉，包裹着黑色的種子，很好看。民間確實有一些地方用它泡酒，像我所在的地方連南，有的瑤族朋友會用這個泡酒。但我要告訴你，現在毒理學明確證實，紅豆杉全株有毒，並且毒素可溶於酒精。喝這種酒，曾有人喝進了 ICU， 這不是我瞎編的，大家可以搜索了解。請記住，傳統的經驗雖然也值得尊重，但是科學的道理更值得我們警惕。紅豆杉果不去泡酒，更不入口。第十，山茯萸，你看它紅彤彤的小果子，是不是像一個個小番茄？很多人家裡就種着當觀賞植物，但山茯萸全株有毒，尤其是果實。吃了會噁心、腹痛、嘔吐，嚴重的還會發燒、呼吸困難，因為它長得很像聖女果，每年都有孩子誤食中毒的案例。所以大家要記住，陽台上的觀賞植物山茯萸，我們看看就好，特別要交代孩子，這種植物果實雖然像小聖女果，或者像小櫻桃，不要去吃。好了，10種致命野果全部講完了，我們回顧總結一下：墨魚果、美洲山鹿、老鼠皮、哈希茄、桐油果、龍葵、南天竹、烏桕、紅豆杉果、山茯萸。屏幕前的您知道其他的有毒野果，歡迎在評論區補充。最後送大家3句話：不認識的野果，不摘不嘗不帶回家，顏色越鮮豔，樣子越像水果的，越要警惕。如果誤食，立即催吐，馬上送醫。我是李文格，在廣東連南的山裡面，帶大家慢慢認一些植物。如果您覺得這期內容有用，可以轉發給身邊有孩子的朋友，點個關注，咱們下一期見。